然后这边的肩这里啊，它是一个窝，这个是肩窝，也是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那个分界，它这样是过来的。在图中呢也能观察到这个趋势，这个窝朝下，然后这个造型就是这是胸大肌外侧的这个造型，往外走它有往上去的这个趋势，这也是在照片中可以观察得到的。这个有点直着就顺过来了，这个就是内在的解剖结构在外形上面的体现，这可以再深入再细致一些。骨骼这个骨盆还好，基本上没啥问题，但是它外侧这里是鼓出来的，那么骨盆肯定是要到这个位置它才能够顶起来的。像这种非常瘦的，在体表这个轮廓上要顶起来的，一定按照这个大小来画它这个骨骼。然后胸腔那个肋骨的朝向不对啊，它不会因为产生了运动，它的基本构造变了。比如这是胸腔，最上面一对第一类它是斜上下的，然后第二对这个是水平的，第三对开始往下倾斜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另外两个不连着的。这肋骨的朝向它是有特征的，不会因为它产生动态这个特征改变了。然后看一下肌肉结构，肩三角肌和胸大肌这里呢，可以再调整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手臂还没有完全胀回去，所以说能够看到一些肩三角肌。这个是手臂的内侧，这个是手臂的外侧，这个是前面的面，就还是能够看到一点点这个肩三角肌的。然后胸大肌下面的指点被拉拽之后，应该没有那么宽，往里面收一些。这个腹直肌上的这些线条是什么呢？要是腹直肌的肌纤维，那它的走向不对；要是腹外斜肌的腱膜，那它的走向也不是很对。如果是腹外斜肌的腱膜的话，它应该越来越往下倾斜；如果是腹直肌的肌束、肌纤维，它应该是竖直的。这张的话，稍微的有点问题，这个造型不够结实，就是背部处理的比较乱，不够整体。这里就稍微有点超照片了，然后黑白灰的层次可以再拉开一点点。那上面这里的重颜色不要画太重，亮颜色呢也不要画太亮，就对比不要太强。这一片要先去概括，整体才不会乱。然后骨骼，这个肩胛骨感觉有点问题啊，看到照片，这个位置能看到它是凹进去的一块，那么肌肉从这里过来到这里停止，就能够感觉到这里呢应该是它的肩峰骨骼的地方，它的肩胛岗大概在这儿，然后它的肩胛下角转到前面去了。在这个动作下，它的肩胛骨是往外转的，这边是往这边的，这个肩胛骨的状态没有找准。然后斜方肌的这个肌肉的形状，这里不要凹进去一块，这里是斜方肌在肩胛转角的地方，也就是肩胛骨的肩胛岗和内侧缘之间，它有一块肌腱，这里应该是这个肌腱形成的。然后斜方肌肌纤维的走向是这边啊，这是肌束结束的地方，那下面这里呢就是一个肌腱，这就是斜方肌的降部和横部，就是下部和中部，是这样简单一点。这就是上面的那个部分。这边注意背阔肌要裹住肩胛下角这个部分，就是裹住一点大圆肌，在这个角度下应该看不到它的大圆肌上面这里了，这里是小圆肌，这里是冈下肌，大圆肌在这儿就转过去了。
这张躯干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造型呢比较准确，这个素描关系也可以。然后就是大腿根部这里是不是稍微有点细了？可以对着图呢再看一下，以及大腿下面这条轮廓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。正常来说呢，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能够看到一些臀部的造型，可以对着照片再看一下，再观察一下这里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手臂是不是有点细？包括这一侧的这个轮廓有点太直溜了。这里应该是上臂和肩三角肌这两个形状共同构成的这个外轮廓。然后来看一下骨骼，还可以，就是肩胛骨的外侧边缘呢，注意一下，它不是往外鼓的一个形状。这肩胛骨的造型，以及它在这一块呢，它有一个喙突。在下边呢有一个凸出来的一块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肩胛骨外侧的这个边缘它不是这样鼓的，然后这个骨盆稍微有点不够对称。它如果不是一个纯正面的角度呢，就是从髂脊到外侧就看不到相同的这个大小。它的髂脊应该在这边。这样感觉它就是对称的了。要保证它的对称性。转过去之后产生的这种透视。这个肌肉结构，胸大肌呢有点太大了。这里有一点肩三角肌。它胸大肌，女性的胸大肌也就这个宽度。腹直肌这里还可以，从这块儿是可以看到一部分这个前锯肌的。前锯肌和腹外斜肌的齿状突相咬合，这里呢是喙突，喙突连出来的这一块呢是喙弓肌，这里是肱二头肌。